雷の呼吸一の型霹靂一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欢迎收看 AD 爱理财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看完影片之后，请在底下留言。目前通货膨胀的情况，我觉得用惨不忍睹或者哀鸿遍野已经无法来形容，而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无奈和神憎鬼厌的晦气。为了不再让大家增加负能量，加上最近天气那么热，在这里先给大家来个温馨提示，降一降热气。农历7月到了，为了跟我们亲爱的好兄弟们和睦相处，在7月的这段期间，请大家尽量远离2样东西。第一个是咖啡，第二个是有钱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远离咖啡，因为咖啡可以提神，神一来，好兄弟就怕了。第二，远离有钱，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难得1年出来一次，就不要让好兄弟们做这么粗重的工作。听完2个冷笑话，如果你觉得还是热的话，请你马上打开你的手机，查一下你的银行户口余额，再想一想目前的物价，我保证你看完之后会感到背脊一凉，从头冷到脚，可以立马关掉冷气，省下电费。是的，马来西亚6月份物价消费指数 CPI 根据官方的统计是 3.48%， 估计7月份的数据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至于实际上通膨到底有多严重，大家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需要我再赘述。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，世界各国国门也纷纷对外打开。7月29号，也就是农历7月初1开始，地下室 B18 的鬼门关也就跟着打开。你以为日子过得惨兮兮的只有活着的人吗？其实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也不敢说。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。阳间万物飞涨，好兄弟们当然也知道元宝蜡烛起价在所难免。当咖啡店的kopi冰敢卖到马币4块半的时候，好兄弟们的3生5果就会敢变成高级食材。前2年的盂兰庆典因为各种防疫的管控而办得零零落落，今年我相信会因为物价的狂飙而缩小规模，所以请先人们高抬贵手，多多包涵。现在每一天翻开报纸，打开手机，至少有一条新闻是跟通货膨胀有关系的。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不厌其烦的再唠叨一次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通膨时代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第一，努力工作，这一点不用我多说，我想大家也都知道，保住饭碗，保住收入。当发生水灾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浮在水面上，并且不要被大水冲走。第二，减少花费，这一点也很好理解，砍掉一切不必要的开销。你最爱的国际知名咖啡连锁店就少去几次，楼下kopi店的kopi冰也很好喝，要不然在家里自己泡更好。第三，学习理财，还没开始储蓄和投资的，请从今天开始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因为未来物价只会越来越贵。第四，资产配置，储蓄不是叫你把钱放在银行储蓄户口稳稳吃利息，而是必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投资产品，然后按照你的计划来进行配置，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对抗通胀。宜兰社会的意义不仅仅是祭拜死去的亲人这样简单，最重要的是宣扬孝道、解难赦罪以及普度众生，让自己在这一波通胀海啸中存活下来，才有能力去谈论孝亲敬老、普度众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